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一场算是读评论吧，一场就说习惯了，就是读一下评论啊。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期视频？谋曹丕不能兑换，说说我的看法。有兴趣可以翻一下这期视频啊。楼下炸出来一堆评论的，评论超多，就是我都怀疑懵了，评论很多，然后我看都有点目不暇接了。我闲着没事看了一下，今天早上，然后我笑了半天。给大家看看评论有意思的点啊，然后我顺便说说我的建议和意见，还有我的理解，还有我觉得狗卡所谓的阴兵无处不在，还有有些玩家单纯的不懂啊。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看一下。然后这里面首先看第一个评论，这是57分钟前，手杀氪金能玩多久呀？你不能保证乱七八糟，这个不削弱没啥事儿，削弱除非给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我一直在说，我不在乎它是否削弱。狗卡的信用是他的问题，对于我来说我完全不在乎，我在乎是他给我退什么。我有的时候甚至不想要宝珠，我当时因为这个，比如说我喜欢一个武将，我充的人民币，充的钱，你狗卡除非给我退回来钱，我当然是满意的，完全不在意，因为这是你的游戏，知道不？这是你自己说的，你爱怎么繁荣也好，或者说凉了也罢，我都不在乎。所以我意思说，你要能给我们退钱是最好的，直接比如说，我当时充了多少钱，你给我退多少钱。就这么简单，我不要求你退宝珠，我都甚至不在乎。然后这里面说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被狗卡 PUA 多了，我要退个宝珠就行了。那你们可能是还想对这个游戏抱有幻想，这个我不在乎。咱们往下继续看，我说谋曹丕不惧什么全3全1，这些都不在乎。有些精品将比一些史诗将还要强呢，这个东西完全不用在乎。然后这里面说什么都在骂恶心，我这里要说一下，恶心我也认为他恶心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谋曹丕不难受不强过。甚至于你可以看看之前我在这个视频也讲了，之前谋曹丕没出之前，我就说这武将不应该出来，出来之后整个局势就全改了。没出之前我就说，如果他要真按这个技能出来之后，我绝对要首先买他，因为我不想被其他人欺负，明白了吧？这是我原话。然后看底下的这段是不是全一，什么全一留言不是全一，就反正这个意思，改成曹髦那样说，曹髦很合理一样，废技能本来就很不合理，如果要按照合理来说的话，但是他出来了。对不对？如果你能打不，曹髦主攻能打不，咱们能打；曹丕主攻能打，也不是不能打呀。曹丕主攻难道100%胜率吗？你可以怪自己没武将，反正我打至尊军8，谋曹丕主攻，首先他过牌很差，这是我个人的打过来的经验啊，他过牌特别差，他过牌质量。然后后期的话，很有可能被一个乐，然后直接被人偷掉。但是如果说他平稳过渡到第2回合，这个谋曹丕又挺会玩的，那基本上人家只要是小优势，或者忠臣选的魏国多一些，或者反贼选的还有傻子选魏国，这一把或者反贼输出比较少，没有那些特别强的武将，那就代表已经输了，不用往下打。我经常看见这样的，我也是这样的。第1回合他妈好几个魏国，然后呢，一群人还得没有爆发将，没有强控将，没有南华有钱，没有乐不思蜀这些的。那结束了，游戏就结束了，不用想，我也打不过，是吧？甚至我曾经跟大家说过，我玩神国家，我当时控场，纯控场，准备试一试，我满状态5滴血神国家觉醒，把所有人都杀光了，曹丕就剩1滴血，我的 AK 没带死他，还是啥来着？我忘了那局，就直播的时候，结果被别人1滴血，曹丕直接翻盘把我秒掉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内奸只能去什么爆发拿 AK 清场，才有机会去这么玩。然后这里面再看他乱七八糟，也不知道争论什么呢。这些是又说到神国家我就不多说了。然后再往下看，退珠子就好，这一看就是 PUA 多了，退吧无所谓，有人可能缺珠子，那换点什么黄盖、魔黄盖也行。然后这时候的话，宝珠将削弱只能明面上冲浪，消费法里也有针对选项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。然后这里面也许也可能是狗卡版谋曹丕获取方式改了，这个东西不能控制东西的。我怀疑狗卡在想要去削弱，我已经尤其看完评论之后，我觉得写狗卡想要去削弱。有人说为啥？有很多阴兵啊，这里面说我不想玩，这不是阴兵，看名字也能看出不像是阴兵。然后这时候太影响游戏体验了，肯定影响，我也觉得影响，那没办法。你要想不影响游戏体验，你的队友，你当反贼队友必须要有3个以上的强将，你没有强将的话，那只能怪没有强将，弱肉强食嘛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这骂起来了，爱玩不玩，因为一个武将就不玩，纯婴儿，这是在说谁咱也不知道。爱玩不玩，这是说他吗？不是说不想玩，爱玩不玩，你们不能这么清，你们为啥在玩家之间制造矛盾？我不知道，人也没说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说曹髦其实还有点操作，哪有操作？曹髦就是公式化。谋曹丕就是无脑的流氓，这个话说的，谋曹丕不好活，你知道不？最重要的是，你要选强将的话，他真不好活的。然后这俩货恶心，所有人都觉得恶心，那说明
对于普通场的玩家影响太大了。至尊场我倒没觉得恶心，经常我玩毛曹皮活不下来。至尊场的话，如果你队友正常的话，2个以上的强将，就是如果技术好一点，2个以上强将，毛曹皮就难受了。尤其有些毛曹皮不会玩，对吧？所以说以后不管啥技能不能是位，有人说这是为了造势那个所谓的星司马招。所谓如果要造势星司马招，如果曹皮还出现的那个放逐技能，不是放逐那个送威技能的话，司马招开局就会送威，一个新武将直接废掉，对吧？赚不到钱了，毕竟是个魏国嘛。司马招双国籍，但是他第一个国籍就是魏国，咱们就不多说了，这个东西以后直播的时候说吧。然后这个军武有点，我只打至尊军吧，军武可能真的无解。你看他胜率，这还是普通的军武。我的所有的视频，这里说一下，我所有视频的强将讲解，还有什么乱七八糟技术，所谓的教学，都只针对于一点，至尊军吧，明白了吗？其他军武我不在乎这些点的。军武的话，我觉得好像他们输出太少了。我觉得谋曹丕完全属于统治阶级，我猜测啊，因为我不打军武的。这里面谋曹丕削弱就要退钱，对，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都半年多了，狗卡要像贾逵那样对待谋曹丕的话，大家给狗卡寄刀片去，你这个狗头我觉得不像啊，寄什么刀片？人脸都不要，早就不要脸了，这话说的。然后谋曹丕太恶心，恶心同时恶心自己，最好平衡，挺中肯的，对吧？中肯，但是我不想看太多字啊。一看谋曹丕玩的不多，多玩几把回血加上线，回血加上线的话收益真的，除非我到残局，不是前几轮，到残局我已经稳赢了，给你们加上线。或者说我残血了，第一回合我没被乐，我加血，否则的话，真的他是回血加上收益太低，浪费标记太多了。像贾逵一样保留武将，你这一看就是被饲养了。然后这里面看一下这些，然后开始了啊，阴兵来了，这连个头像都没有啊！注意，这里面还头像没有，这个也没有头像，但是有这么多关注的，对吧？可能不是阴兵，但这个注意啊，0粉丝0获赞22关注。这里面开始骂了啊，说什么乱七八糟，白给你玩半年，什么就赶紧退，不缺你这种谋曹丕的主流玩家。第一点啊，首先你如果不是阴兵，就是肯定没有谋曹丕，没有曹毛，甚至没有强将的玩家，对吧？我能理解你，我当然能理解没有强将的。我说了，你没有强将来至尊场的话，基本就属于被别人血虐，要不就躺赢躺输呗，你也玩没有啥那个啥。然后这里面有个人开始偷偷的贱嗖嗖的回复他，我已成为什么转正会员，对吧？太坏了，这个但是他肯定是什么？这个是300多关注，肯定说的是他刚成转正会员，就这个知道吧？也就是说，有人说他可能是个阴兵，对不对？看见一个视频啊，说谋曹丕的话，因为我要继续再说下去，很多人真不充钱了，那完了，他本来是想削弱谋曹丕的狗卡，只能雇一些阴兵来去搞一搞事情，对吧？当然也有可能是小孩，咱们就不多说了啊。现在接受的平衡就是放逐这些的，退20珠子起步，你还真是个挺中肯的一个人啊！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这也是关注比较少，就1个粉丝，咱也不多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啊！你还替狗卡考虑挺多，蛮多的。然后削弱就赔46宝珠，这武将其实不强，是。我说实话，如果说这单纯是主攻的话，如果你反贼选的都是合格的武将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神荀彧、杜预，再来一个随便一个爆发或者控制拿好仙，我问你，谋曹丕开局封哪个？就这3个反贼就够了。有人说我没有啊，没有的话来至尊场你怎么办呀？你想会啊？而且我说实话，有的时候我的队友特别弱的时候，就4个全是弱队友，但是后卫队友刷了个乐不思蜀，真乐中了，也能翻盘，直接把曹丕给偷掉。太多了，曹丕，我没有说谋曹丕弱啊，不是说也要说是我有谋曹丕就要看不起其他人，但是我只是说给大家争取自己的利益，但是自己如果要是没啥办法，咱们就不说了。然后这里面退钱，他一直没退，这辈子想拿回来很难，狗卡嘛很正常，说白就是卖便宜了，也对吧，也有这个性质。如果我想下次有时间给你们看看我那个4月份的直播回放，3月份就是直播那个谋曹丕还没出，只是个试用的时候，我当时每天晚上偷偷告诉大家YY一下，偷偷 YY， 我说这个武将肯定要学，不学的话怎么玩啊，对不对？结果还加强了，我当时震惊了，还加强了，我说这是哪个神经病测试的？狗卡是真没有测试人员吗？然后有人说他是有斗地主主播测试的，我说你们斗地主主播真是好人啊！我当时原话，好心人啊，得亏你们是不玩军吧的傻子呀！有人说你是不是又骂人？没骂人，我话就说实话啊。然后这里面就不多说了，时代变了，有幸玩我发现放逐变了。你说你打的应该是斗地主吧？应该是斗地主吧？斗地主技能一开始就削弱了。然后这里面固定摸2限制残局发挥，你现在很冷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，
咱们就不多说，但是咱们就不多说了，直接削弱，放出这个什么乱七八糟，咱们也不说。咱们再往下看啊，有一个人给我评论了很多，在那骂我半天，我都怀疑狗卡是请人，我这是个小 UP 主，没人看我的，狗卡居然勾引到我这儿，你是要不就是单纯的萌新啊，这又是一堆在这考虑曹丕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知道？跟你没关系这些事儿，跟咱们都没关系。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削弱之后，该怎么去针对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它加强什么样子，这都不说的，明白吧？然后这个时候100宝珠想多了，兑换率太高，卖便宜了，有道理，他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对吧？卖100宝人有很多人换，信不信？信。你们知道我当时听见46宝珠买谋曹丕时，我震惊了半天。你们都知道我是个穷鬼，对吧？我当时打死不给狗卡充钱的，除非充一些便宜的武将，几百块钱。结果当时46，我说这个谋曹丕要出来不给卖150宝珠，甚至于150宝珠，我觉得都有人买，非技能，知道吧？像这些，你说谋曹丕、制衡这些，像杨彪、超标，就只能说你不会打啊。杨彪居然能和杜玉、神荀彧在一块儿，我只能说新手还是太多了啊。狗卡已经赚了很多了，涨价了无所谓，这些东西咱们就不多说他说的话了。那只是狗不是傻，这话说的。然后常备的乱七八糟也没有啥问题，这个时候不接受，包括不知道从哪儿写了个那个啥，他不接受。然后这一堆肯定他妈的不接受，骂人就没必要了，对不对？狠狠的学，1分钱没刷，你这个过分了啊！狠狠的学，其实无所谓，有宋威就行了。那个宋威的话不是万能的，明白了吧？神将可以有些强势的神将不怕你的，换一个其他身份，换一些其他国家都无所谓的。然后这里面我只要反出削弱我也支持。看来大部分人被谋曹丕恶心的很多，对吧？很多人认为很恶心，也许他们没有更多的好的反贼，甚至内奸来说没有爆发性内奸打不了谋曹丕或者赢不了这局。很多人觉得啊什么阴间啥的，在我这儿没有任何阴间的武将。这边说什么如果削弱了性价比片刻大将军之后又来削恶心，各位这是明白人，这是明白人，为了以后着想，这不是下线，这是诈骗。说的挺那个啥，挺那啥的。咱们再往下看这些。削不反对，我也不反对削弱，只要把钱退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个很单纯。我从来不反对这个，我又不是我所有武将都会玩一下，我说过的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在乎非给玩曹丕，我可以玩曹毛，曹毛学的我可以玩其他，我最早刘璋人助力，孙权人助力，对不对？我全能玩，非主流主公我也会玩，对不对？我还想让他削的，以后的话，为什么我不玩刘璋了？因为有谋曹丕在，我玩不了刘璋主公，明白吗？我以前讲过为什么。然后这时候咱们再看，没有，这里面没有阴兵啊，可能也有，咱们看不清楚，咱们也不知道，咱们就看一些特点的，看就是这个反光板啊，退吧，不缺你这种畜生玩家，又是这个人啊，你为啥这么好的选择不回收给你退，要不给你削弱，谋曹丕给你领10宝珠，这狗卡还是说是小孩，咱们不管啊。然后这里面就开始喷他了，对吧？这里面立刻看见他了，他刚成为这个会员，获得答题64分，也就是说有人他在暗示这个人就是个阴兵。对吧？狗卡阴兵，但我无所谓，我能看懂。然后再看他们说了一堆，这个也是，你觉得狗卡这玩意儿能给你退吗？谋孙策不久就削弱了，对吧？那时候你干什么？我也说了，他不久就被削弱，我也在说了。那没办法呀，那东西你们所有人不团结是你们的事儿。我以前甚至贾逵削弱的时候，我站在平民玩家角度上说，说的时候，人家没人屌我，对吧？狗卡的好狗，可以，你这没给你这还骂人，骂吧。你天天骂狗卡，他会不把你当人不当狗吗？你谁想他妈的给狗卡无罪？都是在这骂的。你天天抽狗卡不改，就有什么流水下来过？对，这句话也可以，对吧？这句话也可以，就是说咱们直接不给那啥，就不冲嘛。那很多人忍不住，你毕竟不团结。如果我举个简单，我以前就说过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所有人真的有所有人玩三国杀，所有人。不用长时间，就1个月不充钱，你信不信狗卡快哭，能给你跪下来哭起来？就1个月，不用长，要1年的话，狗卡立刻敢给你倒闭，你信不信？就1个月，倒闭不一定，但是就1个月，你们所有人试一次，只需要所有人1个月不充钱，只要团结起来，狗卡真的，你们说啥它是啥，真的，这还是喂的狗卡喂的太饱了，你知道吧？一个这个是能看出来，就是转移矛盾嘛，一个全是骂狗卡干啥？骂玩曹丕的，对啊，他不骂狗卡，骂谋曹丕的玩家干什么？是谋曹丕，他这玩意儿是狗卡设计出来了，玩家还炒出来了，对吧？很多人在那乱七八糟，咱们就说了，放逐一直搞一个人真的恶心啊，乱七八糟，这个东西是很恶心，我承认是很恶心。但是如果是优势局的话，我也打不过谋曹丕。他如果进入优势，但是如果说我们人数都齐的，我们选将是对的话就没问题。但是很多人选不到，你看又开始出现了啊！又这个人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凭啥不削弱？见一次针对一次，你游戏体验很好吗？你看看这一看，有两种可能，一种真的是阴兵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真的是个
没打过至尊场的，可能刚刚接触这个游戏，可能还在玩标将，对吧？我看见谋曹丕肯定玩不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用标将我也打不过谋曹丕，不用标将，稍微弱一点的将我都打不了谋曹丕的，很正常，对吧？你可能遇见谋曹丕没有好的武将，不行，我不能用，我没有谋曹丕，你们也不能用，要不你们老欺负我，对吧？也有这种可能性。再往下看，这不是平衡加大补偿，这些就不多说了，这些就所谓要平衡啊。你怎么站在狗卡立场？很多人都觉得站在狗卡立场这无所谓，我不在乎的。一个卡牌游戏不给你出场，这个不给你出场，在军吧不影响的，人家能点将啊，能点将。我觉得把宋威删除获得魏国标记这个什么，这个的话，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，不用去沟通这个点。这个我已经在视频里说过，曹髦主攻我内奸赢了很多次，那会基本没救。我谋曹丕内奸也赢过呀，只是赢的次数低。像我给你们推荐的 AK 的文鸯，对吧 ？AK 的关索，尤其关索嘲讽还低。就场上有威胁大的时候，你莫名其妙就能清场。还有丈八流言，有时候这都概率太低了，那你给有这样的武将才有这样的概率，很多人连这样的武将都没有，对吧？很多人内奸想的是，我觉得曹丕打不坑我坑内，然后我就不赢了，我跳反。你跳反只要不撕票，我也不算是，我不会说你啥。但如果你撕票就过分了，对吧？然后这里面说一下，主攻技可以改一下，这些东西都不说了。削弱恶心一批，咱们就不说了。看还有什么阴兵啊？我看往后还有的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之前看视频，你说视频比较孤道，我一直都很公道。我再说一句，我的视频永远针对于那个什么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弱肉强食。你没有武将，原罪就在于你没有武将，可以骂狗卡，对不对？我永远说的现实的东西。你要选一个弱将打别人强将，凭什么？你还觉得别人坑内？那很多的。我所以说讨厌无所谓，而且我说实话，永远都是站在一个三观正的立场说实话。咱们再往下看，为什么神荀彧强一直被削弱？神荀彧其实的话，进入它有它的缺点。到单挑的，我记得我用标周泰给你们做个视频，标周泰最后主攻，那是因为粉丝点将，我去普通场玩的，妈打单挑神荀彧赢了，当然有运气因素，咱们就不多说。狗卡把我排队改的特别好，毕竟我将弱嘛。然后这个时候除了苏浩者玩军吧，斗地主曹丕基本见不到，是斗地主曹丕不好用，我自己打过几场，不太好用，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用。然后这里面的话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这看看还有个阴兵，我记得特别搞笑。我看他急了，你看超标的武将削，他说出来这句话就是萌新，要不就是萌新，要啥？大哥，超标什么叫做超标呀？在我这儿没有一个武将算是，包括你们觉得谋曹丕都不算超标，只是他的机能恶心。任何武将在我这都不超标。来，你随便说一个你认为强的武将，我来给你针对他。就像谋曹丕，我刚说了，需要3个反贼强将，你做不到的话，是因为你没有强将，并不是说你不能打赢他。你说我说对不对？甚至所谓的坑内啥的，你内奸嘛，我也赢过用那个谋曹丕主攻局，对不对？这还说不行不行就退游，你还要强行加上小丑，游戏你家开不玩滚，小丑主这骂我呢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又是个12关注的，又是一个喷我的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猜，我就不用看他，可能也是刚进入会员，对吧？咱们可以看点一点，这是不是刚加入会员，对吧？咱也不知道，应该是一个也是被谋曹丕虐怕的，也不会玩。对于他来说，我相信这个人来说，连不动白都不会打，卖形象不动白，甚至他连扬标都不会打。对于他来说，不用脑啊，而且没有武将，退坑没必要。我再说一句，没必要退坑，你不充钱就行了。涨价这个东西，这就不多说了。对，副歌想爽也会去克他，对吧？然后退我4600就行。你看这个，我也想。那不可能给你退到4600，他没有你银行卡，对吧？我也想要，这个想法不错，但是狗卡这个尿性绝对不可能。有种狗卡卖便宜的，是挡狗卡财路，这两个说的都没问题。因为后期的魏国的话，能被送都难受。你要除非把那个技能全变成恒定技，顺便把曹髦也学一下。你看你曹丕、曹髦都恶心是吧？我都无所谓，我都有，但我都无所谓。从贾逵说起，咱们就多说，我以前说过了。然后这个削主攻技退我15步珠子，我可以接受。你这是你确定是狗卡的，不是狗卡派来间谍吗？削完之后把谋曹丕给我退了，我要46宝珠我都能接受，对吧？狗卡记得补偿我这个，我宝珠换的。学一些谋长角现在就是500将力，1打1英雄确实无解，废话我也打不过。然后1打2的话就很多，你看这是1打2强势武将的话就很难打。但是你那个武将都是2个强势才有机会啊，但是1打2其实也难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谋曹丕会玩1打2也难，你至少有一个控制的武将，不能让费你技能。有什么用呢？军武欺负老实人，军八前位置包死，这是明白人。军武就不说了，军武的话我不知道啥情况。
然后前半段不变乱七八糟这些都不说了，咱们往下看。退46宝珠，元宝我什么改我都接受。你看一看是缺宝珠的，缺元宝的。司马懿和司马孚不比这个恶心多了，还真谈不上。司马懿现在红利一直在红利，就是锦囊副锦囊副锦囊，制衡副锦囊副锦囊副锦囊。我前不久看过司马懿，但是被我不是放过一期视频，被我的那个啥锁个技能直接秒了，不用想其他的，对吧？唯一司马懿就是翻面，对于谋曹丕翻面一下就要在这骂我。能看巨婴主播又是一个72关注6个粉丝，年度大会员，这个不像，在这骂我巨婴。我都已经说这么客观，巨婴啥呀？我只是单纯觉得我不给他充钱，你急什么？我就说我也没说弃坑呀，我就说他削弱之后我不给他充钱了，不是他急什么呀？不是这些人急啥？牛马主播玩个阴间，他说出来阴间还是这个人啊？我再说没有任何阴间。如果你觉得我阴间，我说过所有武将都会玩，要不要你试一试？我可以翻我以前的视频，曾经有个评论底下说这个主播只会玩某某武将，最后那个人评论记录的我一堆武将，我专门给他玩一玩，把所有武将都给打一下，结果只会玩这么多武将。以前的评论都有这些的，我还会玩阴间，我都不知道。我首先这是要以身作则，不叫玩阴间。我玩的武将都是能在至尊场上场的，我教学的也是在至尊场的人。你的话，谢谢你啊。然后再削了，退宝珠卖了，OK。牛马这喷了我好几次，一直在喷啊，急了，这可急坏了。我都没说我也没说我退坑啊，我就说我不充钱，你急啥呀？在这做梦的根本不可能削弱。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削弱。你没看那么多阴兵了吗？为了造势呢，知道吧？我觉得可能昨天我以前认为有点不可能的情况，像今天看完评论，我觉得有可能。然后再往下看这些乱七八糟的话，你们自己去看吧。我觉得曹毛更恶心，曹毛公式化打。其实曹毛打法也有简单的方法，我以前教学教过。假面脾气，而且也菜，经常把自己太当回事了，哈，跟别人比不了，好厉害啊！这还有个不错，好，不错，还有个对比，应该是这个豆芽咸鱼粉丝吧？我太差了，我可菜了，我没有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太说对说错一件事，是我把所有人不当人，你会觉得你侮辱到你了，明白了吧？而且我说实话，我是让大家狙击的，只有让别人狙击我才觉得我赢了才有意思，知道吧？然后巨婴主播还是喷了，玩消消乐趣，玩个阴间装上了，还阴间的。哎呀，对于萌新来说，啥武将都是阴间。巨婴主播阴间还加强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太什么了？有本事退游，打个至尊阴间武将，你装起来了，还自以为是，太凶了。再往下看啊，畜生武将绝对狗卡间谍，有机搞不，这个就无所谓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希望我曹丕3个技能气死你！对，我气死了，我快气死了。不是你们看我玩谋曹丕玩多不？因为我知道谋曹丕短板在哪。我这2天玩直播，我都是基本是曹毛主攻，谋曹丕我玩的少，因为我让你们窥屏的，很多粉丝狙击我，他们会选这样的，你知道不？我封不过来，直接一轮游的，还威胁官方。我没有威胁官方，我只是告诉你我不冲就不去，你看，希望3个技能都气死。巨婴主播削了就不冲，退游吧。我当时看见这个人给我发了很多消息，专给你玩小小别恶心大家，纯不要脸，还给你加强上小丑，对吧？还是加强上，一看又是一个，对吧？就学，气死你，共情上了，学的好恶心所有玩家，还维护上，不行退游。然后这边，所以说这边有个人问他没回复，所以说你有谋曹丕吗？咱们再继续看，这就是我要说的。然后再看一下，哎呀，好新鲜。然后牛马主只针对弱将。对呀，那肯定牛马主指的，咱们就不多说了，那就输呗。他操作不允许他赢。然后我当时也这么想的，乱七八糟没有，不管什么理由怎么改，反正削弱会这个代谢，这我也认同，对吧？然后这一群人在那说，现金不可能通取99块钱元宝，对吧？这些人说的很正常，咱们都说了，削弱吧。军八被针对斗地主玩不到，斗地主的话他一般，我个人觉得诈骗公司真恶心。我觉得削弱可以，当然可以削弱，就是退钱就行了。算了，可不可以报警？这个东西它有个那个条约，你们有没有看？不可以，这个游戏是属于他的。就像英雄联盟削弱英雄的时候，你们也没资格去报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没办法，玩家属于鄙视链最底端的，这真的没办法。然后关节低谋曹丕能打7个，这个我不清楚，没打过关节低的。因为打至尊场嘛。神荀彧差不多，神荀彧的话也不清楚，反正神荀彧现在也算是强将嘛。
然后这时候看见了吧，这就是我做了一个这个视频引发出来的一个效果。反正我看起来惊呆了，惊笑翻了。你们可以看我里面说的是什么，我说的很客气，就炸出来很多人。我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这出现这种情况，一种是真的阴兵，狗卡是真的要削弱，所以要派一些阴兵看巡回找一找。还有一种就是谋曹丕对于一些普通玩家统治性太高，他们连武将都没有，打谋曹丕怎么打？我也打不过，这话说的。很多人对于萌新来说，那还拿我属于三体人，你拿一个原始人跟别人三体人打，肯定打不了，对吧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狗卡需要没打算征求你们意见，就是把话题炒高，也有这种可能性。所以大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不要觉得谁。再说一句，谋曹丕削不削对我来说无所谓，一点所谓都没有，一丁点感觉没有，明白吗？包括曹毛一块削了我也不在乎，我俩武将都有，我不在乎。我有，就算以前我没有谋曹丕，没有曹毛时，我玩的是刘璋。有人说把刘璋也给你削了，那你削，我还有其他主公，非主流主公可以玩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其他主公可以玩，我全都能玩。所以说你就别想削，你看你的补偿是如何吧，看能不能让那些中立的人满意。我这不属于中立啊，我都不属于中立，我属于说是也不能算维护，因为我不觉得谋曹丕有多超标，对吧？我不觉得，但是不代表其他人。那啥不超标，对吧？像之前我也得罪过狗卡，对吧？中途给我断个网，在这个视频里面中途给我断个网。这次是不是咱们又说了实话，对吧？招惹出来一群人喷你，对吧？巨婴主播，对，最近我其实挺喜欢别人这么说我的，我更喜欢别人说我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，我眼神超清澈的，我岁数超年轻。啊，大家就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放到这儿啊。